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狐妖小红娘王权篇，程毅李一桐双 A 出击，古偶剧终于起来了。桃场2025世界大会炸出了太多待播剧新预告，不得不说，光是看预告片就已经能够预料这些剧作能够在国剧市场掀起怎样的风浪了。咱们今天就挑几部最有爆香的来唠唠，看看他们到底凭什么能抓住观众的心。待播剧王炸组合，首先是赵丽颖这次彻底跳出舒适圈，在悬疑剧《在人间》里玩起了多重人格。故事里的她既是被困在虚拟世界的普通女孩，又是能切换不同人格的狠角色。预告片里她分饰多角，在虚拟空间里玩起人格分裂的戏码。90秒的片花塞进去6场高能打戏，从高空坠落、近身肉搏到意识流对决，赵丽颖那张娃娃脸配上一身腱子肉的反差感，愣是把悬疑感拉出新高。而这剧最绝的是设定，一个人身体里住着7个灵魂，赵丽颖要同时演出单纯小白兔和暗黑御姐的反差，光看她和尹昉在预告里互相拉扯的对手戏就够带劲了，更别说还有张一山、周一围这些实力派当绿叶，只能说光看阵容就知道这剧准备在演技上卷出新高度。还有祝绪丹加盟的书卷一梦，李一桐演的女演员直接穿进自己接的剧本里，结果发现要面对刘宇宁演的腹黑男主。预告里他前一秒还在现代片场背台词，下一秒就穿着古装吊威亚。还有剧中祝绪丹从阿姐变成小三，嚣张跋扈的恶女形象吊足了观众的胃口。不过最让人期待的还是剧组的服化道，李一桐那套红白渐变的古装直接冲上热搜，发间簪着的蝴蝶步摇据说都是照着博物馆藏品复刻的，所以这波直接给观众的期待值狠狠拉满。另外杨紫领衔的古装传奇剧《家业》更是王炸级别，不过不同的是，这次不谈恋爱改搞事业了。她演的角色为了重振祖传制墨手艺，从选松烟到锤墨团全程亲力亲为。预告里有段她抡着铁锤反复敲打的镜头，手臂肌肉线条看的人直呼姐姐好哎。另一边韩东君演的智墨对手也够带感，两人从死对头变成合伙人，在商战戏里掺着暧昧火花，这种成年人势均力敌的爱情可比傻白甜套路有意思多了。不过真要说今年的重头戏，那还的是狐妖小红娘王权篇。画面质感不俗，女主太惊艳，以仙侠世界观讲述了正道之光与妖女之间的爱恨情仇，荡气回肠的故事充满了爆款气息，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追剧了。这篇故事讲述了被家族作为道门兵人培养的王权富贵，前半生循规蹈矩，没有自己的生活自由，直到遇到了潜伏在王权家的蜘蛛精青铜，王权富贵感受到了不曾有过的悸动，经过重重磨难，他最终悟出了属于自己的道。因为看习惯后会发现仙侠剧的剧情大同小异，新剧又改编自大 IP， 故事其实不算新鲜，所以对观众来说，新剧的特效画面是否合格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从预告片来看，该剧将中式美学融于特效画面之中，细碎的星光，精致的打斗场面，每一帧都透着经费燃烧的味道。特效满分的话，接下来就是主演的颜值和实力，毕竟古偶剧演员的颜值是观众追剧的动力，这也是故事的重头戏。颜值与实力并存，男主太吸睛。之前几年时间程毅名声大噪，一部《莲花楼》奠定了他在当下国产武侠剧中的地位。待播片单一水儿的古装大剧，从赴山海英雄至长安24季到网传的沧海笑，程毅可谓是如今炙手可热的古装剧顶流。而能够拿下这么多大男主古装剧，程毅的颜值自然相当出挑。新剧中，
她饰演的王权富贵一头白发的造型，雨中撑伞那个镜头简直像从漫画里抠出来的。更绝的是她蒙眼打戏，剑锋划过雨帘的瞬间，特效做出的水墨剑气能把人看傻眼。其实内娱许多男明星，不论有没有步入中年，都必不可免地油了起来。但是反观程毅，即便已经34岁了，仍旧像是喝了洗涤剂一般，清爽不做作。所以可以说，找程毅加盟新剧，导演太有眼光了。不过也幸好34岁的李一桐实力抗打，颜值没有拖后腿。剧中他饰演的青铜命悬一线时，大表情动作脸也没有崩，纯天然的状态不知道吊打了多少打针脸。与此同时，李一桐的演技也可圈可点。面对追兵，他手上长剑一转，利落的向后一甩，动作行云流水，充满了力量感。战损装带着破碎美，发间缠绕的荧光蛛丝在暗处会发光，这种细节可见剧组在服化道上有多下本钱。而原著党最担心的万箭穿心明场面也是真给拍出来了。程毅被剑阵包围时那个决绝眼神，让人鸡皮疙瘩起来了，有木有？所以真就期待值拉满。总的来说，看过月红篇的观众恐怕对狐妖小红娘这一 IP 的影视改编都有些抵触。其实当初失败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出在了男女主身上，因为作为一部古偶剧，观众第一时间想要看的就是俊男美女的颜值，毕竟脸蛋长得赏心悦目，同框起来才有美感。那些脸绷不住、古装造型拉胯的演员，怎么可能会让观众有看下去的想法？其次，演员的演技也不能太辣眼睛，毕竟谁都不想看两根木头谈恋爱。演员之间的暧昧拉丝氛围感如果演不出来，再美的画面也没有灵魂。而王权篇这部新作，凭借男女主两位实力派加颜值派角色搭配，相信会给大家一个非常满意的答案。